为了胳膊，我也是你们二当家的，对吧？对，兄弟们。他刚失去了一条胳膊，却笑中带泪地安慰着所有人。然而那个亲手砍掉他胳膊的大哥，却在与他分别時徹底破防。而這一切只因一次突圍戰中周衛國身負重傷，為了保命才被迫截肢。可當他醒來後，面對的卻是兄弟們愧疚的眼神，尤其是警衛員徐虎望着周衛國單手連洗臉的毛巾都無法擰乾，他的心裡滿是內疚自責。好了，哭什麼呀？我沒死。不許哭，以後你就給我當左手。哎，你得把這些小命給我保住了。隨後在徐虎的幫助下，周衛國重新穿上了久違的軍裝，並來到了三連戰士的面前。可當所有人看到斷臂後的他時，現場卻陷入了短暫的沉默。全體都有向連長敬禮。隨着在場所有戰士朝周衛國敬上了一個莊重的軍禮，這一刻，周衛國終於忍不住落下了眼淚。但他流淚並不是因為自己失去了一條手臂，而是這個軍禮讓他感受到兄弟們的敬重，也讓他想起了這場突圍中犧牲的弟兄。此刻的他既慶幸這些兄弟還能站在自己面前，也無法忘記那些永遠留在戰場上的戰友。因此，周衛國真正建立起來的威信，不只是來自連長這個身份，而是在危難時刻，他始終和戰士們一起面對生死。朱大當家的，現在日軍的主力已經撤離虎頭山。根據團長的指示，我們將重回虎頭山，重建抗日游擊支隊。然而在分別之前，朱老大卻有些不捨周衛國，於是提出和他再划一次拳，重溫兩人曾經在山寨的快樂時光。那時候的他們大口喝酒，大口吃肉，只有兄弟間的痛快，沒有如今這些生死之間的無奈。哥倆好，5、6、8來，走，4、6、7。第一回合，周衛國險勝，在場圍觀的兄弟也都跟着起哄，紛紛替朱老大加油。可隨着划拳的持續進行，朱老大的情緒卻慢慢發生了變化，直到最後，他突然緊緊握住了周衛國的手，氣氛也慢慢變得傷感了起來。兄弟，我沒看錯。當初朱老大砍下周衛國的胳膊是為了救他的命，可如今看着斷臂後的周衛國，他依然無法釋懷，因為他最痛苦的地方不是後悔當初的選擇，而是明知道那是救周衛國唯一的辦法，卻依然要面對親手傷害兄弟的現實。那個大哥喝多了，來，二哥。此刻的周衛國也明白，朱老大是因為自己的斷臂而感到痛苦內疚，但為了不讓這種悲傷氣氛蔓延，便選擇端起酒杯與大家痛飲。沒了胳膊，我也是你們二當家的，對吧？對。兄弟們。周衛國這話不是為了證明自己有多堅強，而是不想讓兄弟們一直困在愧疚和悲傷裡。他想告訴所有人，自己斷掉的是一條手臂，但兄弟之間的關係和他肩上的責任沒有改變。周衛國真正的強大，不在於斷臂之後依舊能上陣殺敵，而是不願意讓自己的傷痛成為兄弟們繼續前進時的負擔。老四倒酒。這一刻的周衛國只能用一杯又一杯烈酒壓下心中的複雜情緒，但好在這些痛苦的經歷終將隨着酒精的麻痹暫告一段落。等到第二天，周衛國便帶着活下來的三連戰士返回虎頭山，準備重新組建游擊大隊。可由於這次全連損失了2/3，最後就只剩不到60人，武器彈藥也差不多消耗殆盡，因此如今急需補充大量的兵員及武器裝備，只有先賺到了第一桶金，隊伍才有繼續發展的資本。咱們現在的情況就相當於白手起家，難吶。對，那麼白手起家最難的是什麼？就是賺第一桶金。做生意賺第一桶金有很多種辦法，但只有一種方法是不能用的。什麼方法？搶。對，雖然做生意不能靠搶，但想要快速獲得武器裝備，從鬼子手裡奪過來，無疑是最快的方法。於是周衛國很快把目標放到了日軍運輸線上。根據情報，2天後會有鬼子的一批軍用物資運抵距此50公里的據點，而該地只有一個日軍小隊駐守。因此周衛國迅速制定行動計劃，打算讓參謀長李勇帶隊去執行任務。領導，到。你和張楚明天黃昏之前必須到達該據點，奪取敵人的軍用物資。我們的炮排和特戰隊會提供支援。是。周衛國也是出息了，竟然敢命令領導做事，簡直和李雲龍如出一轍啊！但此時的周衛國已經逐漸成為虎頭山的核心人物。而李勇之所以對周衛國心服口服，是因為在一次次戰鬥中，他看到了周衛國對局勢的判斷和臨場決策能力。對於一名參謀長來說，真正值得認可的不是一個人的身份，而是他在關鍵時刻做出的正確選擇。因此，一個人能不能成為隊伍的核心，不是看他站在什麼位置，而是看關鍵時刻有沒有人願意相信他。而隨着行動的展開，很快李勇便帶着繳獲的物資返回了虎頭山。當幾輛裝滿軍用物資的板車出現在眾人面前時，在場所有人都激動不已。領導，你說這75毫米口徑的炮沒？你給我拿回這麼多炮彈來幹嘛使啊？一眼就看出型號來。衛國，指不定咱以後能繳獲一門炮呢，先拿回來嘛。咱這幫戰士你又不是不知道，這都衝鋒。而除了武器裝備之外，李勇還帶回來幾箱沒有開封的日本清酒，這可把周衛國給高興壞了。哎，你們知道這是什麼嗎？不知道，
正宗的日本清真，晚上就给招呼了。搬东西，搬！这批物资的意义远不只是解决了眼前的困难，更重要的是，它让这些经历过惨败的战士重新看到了希望。而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，总会遇到无法挽回的遗憾，但真正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的，从来不是曾经失去过什麼，而是在失去之後，是否還能調整自己，繼續承擔未來的責任。那麼在周衛國的帶領下，重建後的虎頭山游擊大隊，接下來還會迎來哪些挑戰呢？我們下期接着解讀。